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今天又是大制作大场面，看了封面就知道阿弟要来吃饭，所以提前就开始张罗。这是跟台东渔人订的鱼，昨天早上拍卖，今天入手。这尾是黄足笛鲷，有的人叫海鸡母或是石鸡仔。这个是秋菇，这个体型算肥厚，黏膜都还在，身体僵直，非常新鲜漂亮。因为约在夏天鱼比较少，也没那么肥，所以准备稍微小一点的鱼，主要是吃香气、口感、甜味，油脂感就不是主要的诉求了。今天是倒数第4天，红干跟胯把提前准备了，其他的接下来我依序处理。我看了阿弟去国外吃的那些日料，我觉得不服气，我想要拼一下，让他知道台湾也有一些好东西。那在古时候，真正好的菜色叫公馆菜，就是大户人家雇厨子做的菜，单纯是为了吃好、吃爽、吃健康，不特别计算成本，也不在乎盈亏，这样才能算上得了台面。所以我在家请人吃饭也是一样的心态在弄，我就想要弄一些比较特别的组合，所以拜托四方好朋友来凑，打着阿弟的名号到处盖。那这2尾鱼分别做干熟跟湿熟，展现不同的风格与做法。倒数第3天，这尾是澎湖空运来的恰贝拉，早上8点跟办活动的活鱼一起寄来，另外还有1尾老鼠斑。如果去卡马店买鱼，看到这一种有1条黑线的恰贝拉，几乎都是澎湖空运来的。那这种笛鲷科的鱼，吃香气跟 Q 弹的口感，短时间熟成一下更显甜味。这尾打算做干熟成，吊2天，用昆布包起来补足香气。那看一下昨天吊起来的秋菇，因为皮很薄，淡淡的油脂都渗出来了，而且秋菇身上的虾红素很多，生出来的油也是橘红色的。这是另外一位 YouTuber 打鱼王翔哥所提供的捕捉画面，他的频道专门是做渔猎的，或是在溪里面抓一些好料。我拜托他帮我弄一些野生的龙虾，那他在前一天的凌晨出发去抓。请客吃饭，龙虾必须是活的，这是我在澎湖当排长的时候营长说的，这是铁律。所以翔哥不用鱼枪，直接用手抓，光用想的就知道难度很高。龙虾会躲进石头缝里，所以我们约好当天下午去他家拿。这个是日本龙虾，对，长角，对，人家说长角，长角，那一只是猪龙，猪龙虾。哦，生猛啊，有点像黑国佩拉，也有一点像战车。好屌，那2个是眼睛哦。对啊，这超屌的。真好吃，这超好吃。这个我应该就会自己吃了，我就不会给。那你小时候有看过料理东西君吗？有啊，那这就是本日特选食材的环节。好的，大概类似这样没有错。好，我知道那个规矩，然后我们来交换一下，以物易物。谢谢。那这个呢是大溪渔港的那个吴家花枝丸，你可以炸，可以烤，可以煮面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是野生的大的牡蛎哦，野生的，这我也没有见过。野生的，所以就是跑进海里面把它敲这样。对，在海里捡，用捡的。哦。对。哦，这很大呢。好酷哦！冰鲜它可以活一段时间的。可以啊，这种带壳的可以撑比较久。哇，很酷炫的。托阿弟的福，翔哥当天还抓到了很少见的石头鱼，就是玫瑰毒油，背鳍会刺死人的那一种，他自己都没有吃过。我拿回家帮他处理好，然后再寄回去半尾。回到家把龙虾用保丽龙盒养起来，然后野生的牡蛎洗刷干净，放冰箱冷藏，明天才来得及出菜。台湾野生牡蛎我也没吃过。味道如何我很期待，因为是躺在海底，泥沙很多，而且有高几率是死的，打开来才发现已经被天敌吃掉了。本集节目由 Sign 厨余机赞助。每到夏天，经常煮饭的家庭就要面对厨余发臭的问题，通常只能把厨余当作一般垃圾偷丢，但那会被罚钱，也不环保。没时间倒垃圾或是忘记倒，一下子就产生小果蝇了。
尤其是海鲜类的厨余，吃的时候有多鲜，腐坏的时候就有多臭。电锅大小的 Sign 厨余机能轻松解决这些问题。果皮、果核、叶菜、鱼刺、鸡骨全部放进去，能有效减量，降低体积。1周每天2.5公升的厨余，最后只剩下330公克，兼具环保与便利性，超好用的。产品详情请见影片资讯栏。倒数1天，通常我会在前一天就把鱼肉都取好，腹肉切掉，鱼刺拔掉，鱼肉用保鲜膜包起来，这样子隔天出菜就很方便。鱼下巴跟鱼腹还可以当宵夜吃。这个是干熟成的秋菇，冰箱吊了3天，水分降低，鱼肉收紧，气味浓缩。我打算来做头盘。那阿滴是在新加坡留学的，新马一带在过年的时候必吃的应景菜叫捞生，有人说是新加坡发明的，也有人说是马来西亚。用多种颜色的蔬菜搭配生鱼搅拌在一起。那捞呢就是赚钱的意思，生就是风生水起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希望能赚大钱，明年一路发的吉祥菜。那另外一个新加坡的名菜就是新加坡辣蟹，那要搭配银丝卷或是烤吐司。但是今天已经有龙虾了，我就放弃做那个菜了。那这一次准备的几个菜呢，分别是捞生，用台东富冈的秋菇，活龙虾生鱼片，东北角鱼列，台湾野生生蚝，东北角鱼列，红干熟成6日生鱼片，宜兰定制网，恰贝辣干熟4日昆布地，来自澎湖，海吉姆汤霜生鱼片，台东富冈，石头鱼刷刷锅，东北角鱼列，炒野生老鼠斑球，澎湖，跨把西京烧，宜兰定制网。这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一期一会，真正的无菜单料理。感谢各方好朋友大力支持，也感谢干爹赞助，这种大场面必须要有厨余机。那么7月的红干呢，居然也有不错的油脂，逢请客必有红干，因为红干就是我的起家鱼。那这一尾是野生的老鼠斑，野生的哦，澎湖空运过来的，我只取1/4的肉，要做一个港式的炒斑球。那看看这个充满油脂的鳍边肉。到了当天早上，全部备料完成之后，就来切生鱼片。这个秋菇要切成肉条，切的时候要搭配蔬菜的长度，稍微粗一点才有生鱼片的口感。那每次准备鱼的时候都会焦虑，怕没有鱼怎么办？鱼凑齐之后又有另外一种焦虑。每一种鱼都很棒，要如何抉择呢？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？针对吃的人来做一些调整。那这边准备了7种蔬菜去搭配，所以这就叫做7彩捞生。恰贝辣做了12个小时的昆布地，昆布留着等等煮汤。那这个肉色一定要跟客人来解释，不然第一次看到的人都会觉得这个鱼没有问题吧。我必须要承认了，这位红干其实就是上一集的另外半边。那目前是熟成6日，这位红干的油脂跟胶原蛋白特别多，完全不像夏天的鱼，运气非常好。这恰恰展现了熟成鱼的另外一种风格。看看这个鱼腹肉，2种部位不同口味，客人要来了。耶！欢迎欢迎，嗨，大家好，欢迎理事长，是莅临指导。哇，理事长你就把门关起来。对啊，门关起来。你妹妹没有来吗？对，今天只有我而已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嗨起来。这个梗很地狱吧？还好，大家通常都会这样问。欢迎。哇，脚断超多哎，一直打架，这一只啊，哇，他们各断一边啊，所以他们是2只纠缠在一起。那你就这样抓着，后面吗？抓这里，抓这2根，抓这2根。对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没有拿过活的龙虾。对，好。哇塞，这个都是很稀有的耶。头上的皮可以拿，对，就是绕一圈这样。好，先切头。这2块肉是它全身最发达的，因为你看，然后粘在那个上面。没有，你去看鱼，它的哪一部分的鳍最大，那部分的肌肉最强。
像一般的鱼尾鳍最大，因为靠这个地方前进的动力，所以这一段的肌肉最发达。过年的时候，一定要吃的那一道菜哦，是什么？叫捞生。捞生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好像不知道。你就在新加坡不过年，我还期待你看到这道菜，眼泪会流下来。哦，哇，好精致哦！这全部手切，这个很地狱哎。天哪！然后这中间是那个秋菇，干熟4日。我打算把那些鱼所有的学名，等一下找出来请你念一遍，因为很难。所以整个东南亚都知道这道菜。OK， 捞生的意思就是铲下去，然后把它剥起来。OK， 然后每剥一次就要说一次吉祥话。哦，整个把它拉到全部都 mix 在一起之后，再把酱料淋上去。哦，好，频道订阅翻倍，流量赚大钱100万，对，就这样子，他们就是要拉得很恶心，所以一定要第一道，就是筷子你都还没用过 OK 你才能这样拉。对，那你筷子用过，你这样拉起来，会大家觉得很害怕。还有你们还有缺什么？对，缺很多，我们缺很多干爹。干爹来，来了。吃过的鱼料、鱼骨头、蔬果的边角料，全都丢进Sine厨余机里搅碎，大约4个钟头就会变成这样，没有异味，非常干燥，存放起来1周丢1次也没问题。这样就不用每天追垃圾车，也避免老婆看到果蝇抓狂。而且体积小，适合小家庭使用。购买链接在影片资讯栏哦。酱料就可以下去，对。这是比较西式的酱料，因为黑黑的那个是压碎的马告，因为马告有柠檬的香气，试试看，新加坡式的豪华的一口，调味还可以吗？你觉得要咸一点吗？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刚刚好，这个口感超有层次的，鱼肉的就软嫩啊，鲜甜，然后还有各种蔬菜的脆感，然后加上这个醋把它包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好像在上对决，因为我之前上就是要对决，然后被观众嫌说我一直在吃都没有评论，所以我现在只要拍吃的时候，我就很怕讲不够。没有关系，对，就是要有脆的口感，所以就有爽脆滑酸辣，全部的感受全部一起在里面。澎湖寄来的，这个叫赤鼻仔，然后你看它颜色比较黄，是因为我们用昆布包起来，熟成过，然后它比较干，吃起来很 Q，黑黑的这样一整条，看起来像笔一样，好 Q 哦。对，它就是跟你想象中的生鱼片完全不一样。有点像花枝的那种 Q 感。我上次去那个西雅图也是，它有干式熟成的一个，应该是尾鱼肚吗？对，然后它就是，我觉得它就是嚼的时候尾劲会有味道。对。来厨房现挖野生牡蛎，我老实说呢，我已经试吃了2颗。这真的颠覆了我对台湾生蚝的认知，非常好吃，但是空包蛋的几率挺高的。我带回24颗，只有12个里面是有牡蛎的，不一样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生蚝，这我刚现挖的，对，然后就一点点就好了，基本上原味就可以。就是柠檬辣酱，它不会辣，就是柠檬味比较重。我已经把它挖起来了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吸下去。对，完全没有腥味。对啊，跟一般吃的，我觉得主要就是那个入口的 unpleasantness， 就是没有入口会有一种反胃的那个感觉。OK，清新的味道。我觉得它差别最大就是你第一口迎面而来的那个味道，会不觉得它是你一般吃过的海鲜。对，立刻就出来了。芝士熟成，肉质变得比较紧。对，时间的长短跟方式的不同。因为活肉就是刚杀好的鱼肉是非常硬的，像橡皮筋一样。肌理跟肌理中间不是有一个白色的东西，它是应该就是 catch 住所有的肉嘛。那我们熟成的时候，这个 catch 的这个地方会松开来。对，它让每一个肌理可以在你的口中化开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是跟这一些肌理在较劲。它的紧实是很好咬开的，就是它的这么厚的生鱼片不会觉得这么好咬。你不能说它软。但你也说不上硬，对，但是也很好咬，对，又很好咬，你很难去形容它。
但我觉得跟大家想象的软会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习惯吃到的生鱼片都是软的，像鲑鱼啊，对，像鲑鱼、尾鱼啊，但那个是那种旗鱼啊软趴趴的软，没有错不是这种软，这个软是咬下去很好咬，对但是它又是很 solid，它不会相连。对，它不会相连。好的鱼肉是这样，有些鱼肉是你咬的时候很软，但是到了你牙齿要touch 到的时候，反而变硬了。对，反而咬不开。对对，它是整个都是同一个 texture。我应该比较喜欢这种，因为第一次来家里面的人，我不确定他是喜欢什么风格的，尽量的多变哦，让你感受一下。猪肉这个有先炙烤过，香，它皮脆脆的，哇，这吃起来很不像鱼肉了。它这个也是，也不能说软，就这个是好入口、好咬的。就是同一条鱼，不同的部位。这真的乍看超像鸡肉的。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，可以吃吃看这个手指，就放凉，然后沾那个胡麻酱。沾胡麻酱，这蛮像河豚的。哦，对，因为它那个构造也很像河豚。中间有个胶质，对， QQ 的，然后但是肉质的部分，单纯肉的话是蛮像鸡肉的。压起来，然后从这川脑，看，有没有尖尖的倒钩？先剪掉，用这个，它这样它比较好取肉。野生的生龙虾，加一点松露油，然后加点盐巴，绝妙滋味。但后来我才知道，阿滴对于生龙虾过敏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吃掉了，只能说他命不好。这真的非常好吃。自从上次用蓝瓜子做过斑球呢，我太太非常喜欢，所以这一次用老鼠斑试看看。这就是胯吧，就是那一条库存啊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我觉得我的斑球炒得越来越好了。如果你问我石斑鱼怎么做最好吃，你等等看一下阿滴的表情就会知道了。老鼠斑非常贵，这一只个体是1600克，尾段的鱼筋比较多，然后耐炒。不然你一般的鱼肉这样炒会分开，它肉质很紧致，然后鱼皮很厚，所以胶质很多，所以它能够炒。很入味哎。然后你看那种肉质，要吃这个带鱼皮的，条线有没有？那就是胶质。胶质。直接化开来，好吃吧？超好吃。这肉超好吃的哦。而且这调味是什么？这个酱料很搭它。不要告诉你。Secret sauce，看你们吃出来。有点刺，两边全都没有刺。然后最肥美的是从这一段的肌理的这一段，这个尖角，这一块是最棒。这个，他如果不喜欢，我就关频道。像丝绸一样。对，你就咬咬看，入口很容易咬，最后的那一下也能断，爽口绵密的口感，它几乎没有什么那个鸡肉的纹理了，对，它全部是一整块，有点像豆腐。就我们今天准备几种鱼的那个基底上面是没有重复的。我突然想到了，那个石鸡母的汤霜，哦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拿了石头鱼，对，还有一道，会出它的刀纹，然后因为你在加热的时候皮会整个 Q 紧，它整个 Q 起来，所以我们先搁高温让它不要那么 Q，然后盖上布，用滚水。哇，好弹牙哦！那个皮，慢慢嚼，慢慢嚼。对，没有吃过这样子，这算生鱼片吗？对啊，
这个在他们日本料理很流行啊，叫松皮燥。那个皮，它那个皮是很有嚼劲的，然后对脆脆的，对，哦就是吃那个脆感。然后这个鱼肉，它我想想，我们刚刚第一道的那个也跟那个不一样，那个是有点像是软 Q 软 Q，因为前面那一边都是干熟，干熟的话皮会非常硬，它这个是湿熟，胶质还有它的那个弹性还保留下来了。对就是脆弹，对，鱼的各种口感面，各种质地，没有错。有软弹的，对有脆弹的，对然后有那个整个紧实但是又好咬的，对，然后熟的、炒的，各种口味、轻口味，还有烤的。还有烤。客人回去了，又是干扣的吃菜尾的环节。这个是剩下的龙虾，这个是石头鱼的皮，没煮不知道，煮了吓一跳。这玩意儿霹雳无敌好吃啊！香哥，我对不起你，下次遇到的话，千万别再送人了。希望这一次大家都有吃饱，拜拜。